这么爽快？龙木成笑着问。前辈这样讲义气，若是能够踏入天神境，肯定会罩着我的吗？楚风回道，有道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动身吧。话罢，龙木成便准备动身，但同行的不只是他与楚风，龙墨川与龙墨笑，这两位不仅是龙息一族的顶尖高手，也都是主修结界之术。只是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，花花却返了回来。楚风，我师尊同意我加入你们了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。花花脸上难掩喜悦之情，见到楚风更显激动，因为在他来看，这是天大的好消息。真的，前辈，你不会是偷跑来的吧？楚风有些狐疑。花花毕竟是摘星道长的弟子，而摘星道长虽离开七界圣府，但内心一直是七界圣府的人。楚风他们这伙人与七界圣府其实乃是对立面，正常来说，摘星道长不会答应花花加入才对。之前说先不让他跟着楚风他们，就只是体面话，实际上就是不同意加入。花花也清楚这一点。当然不是，我师尊的修为，我岂能逃得出来？莫，我师尊给你的。花花袖子一摆，雪白而细腻的手掌呈现而出，只是掌中却捏着一封信函。楚风接过信函，竟需要特殊阵法才能开启。旋即一缕信息映入楚风的脑海之中，那的确是摘星道长留下的。楚风小友，老夫有一件事需要去做，归期未定。花花虽与你母亲年龄相近，严格来说算是你的长辈，可却心思单纯，做事难免会任性，但他也需要锻炼，总不能一直在我身边，便劳你费心了。以上便是摘星道长传递给楚风的消息。前辈可没说同意你加入我们啊？楚风摆弄着信函，看向花花，反正同意我跟着你了对吧？花花眨巴着眼睛，有些调皮，那个神态确实不像是一个活了几百年的人。不过楚风可是记得初见花花时这女子有多凶。前辈可有说她去哪里？楚风问。他感觉摘星道长这个决定像是刚刚定下的，不然完全可以刚才便和当面交代，自然也就不必先决定带着花花走，又忽然让花花回来，自己离开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师尊只说他忙完了自然会找我，在此期间我可以跟着你。花花又强调道，那个眼神仿佛就跟着楚风不可了。夏前辈如今前往图腾龙族了，你要去找他吗？楚风问。你准备去哪？我能跟着你吗？花花问。这个楚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看向了龙木城，毕竟楚风接下来要和龙木城走，楚风是帮忙的，这件事自然也是龙木城说的算。当然可以，那便一起走吧。龙木城笑了笑，花花也不问去啊，便跟随龙木城等人踏上了一座特殊的结界战船。可刚刚坐稳，一道暗中传音便映入楚风耳帘，厉害啊，你娘那辈的都被你征服了。这正是龙木城的声音。楚风看向龙木城，发现龙木城正不怀好意的看着自己。前辈可别胡说啊。楚风也是暗中回道，别装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丫头看你的眼神都辣死了，语气也格外温柔。我观察过她只对你这样，不过我不同意你俩，她是与你母亲争锋过的人，你俩若在一起乱了辈分了。龙木城笑眯眯的说着，语气也是玩笑的语气，纯粹拿楚风打趣。楚风无奈便没再言语，可是界灵空间的蛋蛋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楚风，要不你把他收了呗？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母亲知道你把他收了会是什么反应？是夸你呢，还是打你呢？蛋蛋也是坏笑着说道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你怎么也添乱啊？人家花花前辈可没那个意思。楚风很是无奈，装傻吧你？蛋蛋回道。爱楚风则是叹了一口气，很是无奈。他自然不傻，所以他也察觉到了花花的不对劲。其实不只是花花，那个夏前辈也是。可楚风不愿意承认这件事，因为他也觉得很奇怪。说起来，其实他们之间年纪也没差太多，但关键这两个确实是自己母亲同代的人物。楚风初识之时就将他们带入到了长辈的身份，长辈喜欢自己，这自然别扭。在楚风等人启程的同时，摘星道长也在赶路，而他前往的方向乃是七界圣府。他没有乘坐任何工具，而是淡淡的结界之力包裹身躯，速度奇快，常人根本无法捕捉到他。那是阵法，定好了路线便可自己前行，因此摘星道人可在赶路之时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，哪怕修炼也可以。而他则是看着掌心中躺着的一个木雕，木雕是以摘星道长的外貌为模板，但却并非很正式，风格有些幼稚，但却又将他的特征雕刻而出。这是多年之前他寿辰十界冉青送他的礼物，那时的界冉青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，还并未正式修炼结界之术。这木雕是界冉青亲手雕刻的，他至今记得界冉青双手捧着这木雕递到他面前的样子，大大的眼睛清澈而灵动，甜美的笑容下两颗小虎牙，感染力十足。那是摘星道长印象中他所见过的最可爱最讨人喜欢的小孩子，哪怕是他从小抚养长大的花花也不及界冉青。那时的他便知道界冉青的名字，迟早会想撤修五界，
不是因为介冉清是七界府主介天染的女儿，而是他那时便看出介冉清异于常人的潜力，但却仍没想到介冉清会在修武界掀起那么大的动静，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。回忆涌现，摘星道长不由将掌心的木雕握紧。介天染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是否真的舍得对冉清下毒手。若你真的剥夺了他的血脉，便休怪我不念同门之情。想到这里，摘星道人的眼中竟少见的浮现冷冽之色。一瞬间，这浩瀚星空都被寒意覆盖。在楚风等人赶路的同时，一辆被光芒包裹的战车正于空间隧道内快速航行。战车内只有2个人，即莫千舟与百里子陵，二人皆是表情凝重。觉醒圣境的事结束之后，即莫千舟与百里子陵皆备受打击。百里子陵自然是因为名声败劣，即莫千舟则是见到那赵氏仙族，意识到哪怕介天染不在，这浩瀚修武界他也无法主宰。可前段日子他们又收到了一个极其不好的消息，宋宇从魔域塔内出来了。魔域塔，狱宗犯下大错之人皆可挑战，只要能够活着出来，便可免去一切罪行。但至今为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从魔域塔内活着出来。宋宇却活着出来了。尽管百里子陵先前在玉音幻神坛引发了红云漫天的异象，可此次觉醒圣境内却是名声受到重大打击。这个时候，宋允从魔域塔内活着出来，将极大威胁到百里子陵于狱宗的地位。最关键的是，在狱宗内流传着一个传说，魔域塔内其实藏匿着狱宗强大的力量，但这股力量只有经受考验的人才能获得。倘若传说属实，那宋允更将是百里子陵的威胁。子陵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即莫千舟忽然开口。他们得知的消息，宋允虽然活着出来了，但身体极其虚弱，正在养伤。先前百里子陵提出了一个想法，以探望为名靠近宋允，即莫千舟找理由将云傲引走。百里子陵会威逼利诱，让宋允说出他在魔域塔内是否获得了力量。只是即莫千舟觉得此举不妥，古派与新派本就对立，之前百里子陵对陈辉出手，已是引得古派不满，但出于大局考虑，在觉醒圣境的时候，古派的人还是选择为百里子陵助力。若是这个时候百里子陵再伤害了宋允，那古派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千舟叔叔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，况且我有分寸。宋允终究是我狱宗之人，他的天赋可比那陈辉强多了，未来会是我狱宗不可或缺的一大战力。我不会真的伤害他，只是吓唬吓唬。百里子陵道。好。即莫千舟还是应下。一段赶路后，百里子陵与即莫千舟也是来到了如今宋允所疗伤的领地。这座领地乃是古派掌控，其中一座宫殿散发远古气息，乃是远古时期的宝物。这是疗伤的宝物，蕴藏极为强悍的疗伤阵法。眼下恢宏的宫殿光芒普照八方，明明是黑夜，却将这方天地照耀的宛如白昼一般明亮，因此不是修武者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周围的景象。宫殿四周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影，都是狱宗内古派的高手，他们整齐而立，严阵以待，可以看出对宋允的重视。但也正常，魔域塔唯一活着出来的人，这种人无论犯过什么过错，都已无需再问，他就是狱宗的未来。这么大的阵仗，真舍得啊！靠近后，百里子陵撇着嘴说道：催动这件宝物是需要动用资源的，而眼下的状况乃是全力催动，可谓是不惜代价。换作是你受重伤，也同样会有如此待遇。即莫千舟说道。虽说即莫千舟与百里子陵是新派的人，可即莫千舟毕竟贵为狱帅，名义上他有资格统领整个狱宗。见到他们来到，古派的人第一时间便进入宫殿内禀告，所以很快云傲的身影走了出来。云傲将即莫千舟与百里子陵带入宫殿之内。宫殿内部很大，但皆是阵法之力，唯有阵法中心摆放着一张床，那明显是临时加上去的。陈辉就站在床边，而床上躺着的正是宋允。宋允脸色惨白，嘴唇干巴巴的，可那精致的五官，就算脸色再差，也难掩她的美貌。眼下的正闭着眼睛，似乎有些难受，长长的睫毛不时的颤动着。别说宋允这丫头这个模样也怪好看的，百里子陵说道。不会说话就闭上嘴。陈辉投来冷冽的目光。子陵，即莫千舟也是开口，有指责之意。我又没别的意思，夸宋允好看吗？这不是事实吗？百里子陵摊了摊手。而就在此时，宋允紧闭的眼眸睁开，竟坐了起来。允儿妹子，别起来！见状，陈辉赶忙上前阻拦，但在双手即将碰到宋允的时候，却停了下来。他知道宋允并不喜欢别人与他身体接触。玉帅大人，子陵少爷，实在抱歉，我身体太差，无法起身施礼。宋允满脸歉意的说道。允儿，自家人，无需多礼。即莫千舟摆了摆手。随后，即莫千舟客套的与宋允聊了一些，看似关心宋允，实则是打探宋允在魔域塔内的遭遇。只是宋允的回答密不透风。紧接着，即莫千舟找了个理由，
要云傲出去交谈。云傲看了一眼陈辉，还是应下。他们走后，这宫殿内便只剩下了百里子霖、陈辉以及宋允三人。陈辉，你出去，我有事与宋允说。百里子霖道：有话直说。陈辉道：怎么，你还怕我对宋允不利？百里子霖问：你的人品确实信不过。陈辉道：你出去吧，子霖少爷，我信得过。宋允却是说道：允儿妹子。陈辉有些不放心。放心吧。宋允甜甜一笑，这抹笑容，陈辉心都化了，于是看向百里子霖：百里子霖，你最好老实点，不然我会要了你的命。话罢，陈辉便走了出去。允儿妹子身体如何？百里子霖靠近后问道。无碍，静养即可。宋允道：没事便好。你在魔芋塔内得到了什么？可否分享一下，拿出来给我瞧瞧。百里子霖说话间，已是走到宋允近前。魔芋塔内能有什么？你该不会相信那种传闻吧？宋允道。呵。百里子霖淡淡一笑，可随后目光冷冽，手掌宛如鹰爪一般，竟狠狠地扣在了宋允的脖子之上。那种力道，再用一些力气，就足以将宋允的脑袋拧下来。提醒你一句，虽说你从魔芋塔内活着出来，但我可是引发过红云漫天之人，未来狱宗都是我的。你别敬酒不吃罚酒。百里子霖狠狠的道。可下一刻，他神色一僵。他发现此话说完，宋允脸上痛苦之色消失，反而嘴角扬起一抹怪笑。咔嚓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只觉手臂剧痛，定睛望去，已被宋允扭断。且宋允已是起身，掌心如刃，竟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。听闻你动楚风了。